高雄異聞錄16年前旗山殉情白骨案跟旗山殭屍追捕的鄉野傳奇，新聞檔案跟在地老人口述一次聽。嗨，我是買房阿元，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我們在上一支影片聊了連外勞都在買房，還沒看過的話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來跟你討論旗山的鄉野傳奇，這是一個新的系列，我會講一些高雄鄉野傳奇或民間發生的恐怖鬼故事，都是高雄啦。那你就當茶餘飯後聽聽就好，不然每次都講房地產，我也是有一點膩哦。那也歡迎直接賴我來投稿哦，那我會做內容上的調整，幫你把名字馬賽克起來啊。如果方便到附近現場拍，我都會去拍好玩的。好，那我們這次要講的是旗山旅遊服務中心哦，這個你知道，他現在不在咯哦，現在是一個好像有什麼旗山公務所哦，這個你知道嗎？以前有上過新聞哦，那你現在要找他已經找不到了，地點在這邊哦，就是在旗山的，那也不算山上啊，那個往山開一小段路就到了，可能不用5分鐘就到了，算山腳吧。哦，那靠近旗山的鼓山公園，旗山的鼓山哦，不是美術館這裡哦，跟旗山孔子廟這邊，那本來的旗山旅遊服務中心已經整個整理過了哦，那現在是長這樣哦，變成公務局的辦事處，所以你也不用想說去探險了，現在就是一個正常的地方，你要走進去會被警察抓吧？好，那我就先來講一下發生了什麼事情哦。就是2009年5月，非常久遠哦，2009年哦。那有4位實踐大學的大學生，他跑到荒廢的旗山旅遊服務中心來探險，應該就是初代的網紅吧，哦，初代的靈異探險。那時候長這樣，發現了2具白骨哦，那就報警。最後勘驗的結果是這2具白骨是一對殉情的男女殉情哦，說是因為男方大女方9歲哦，然後在一起不被家人同意，戀情遭到女方家長反對，還有一個原因是那個男方哦是中度智障哦，中度殘障手冊，對，那他們能想到的方式就是相約哦，一起殉情、燒炭、殉情、尋短這樣。那希望他們已經登上極樂世界，然後新聞畫面中有拍到現場留下的布鞋哦，都有，到現在還找得到 YouTube 還找得到那個實踐大學生就在那邊嘻嘻哈哈，然後一腳踹開門以後都尖叫，因為看到白骨這樣這個是1年以後三立新聞去拍的現場照片，你不覺得改建之前真的是陰森森的嗎？那現在的那個事發處燒炭殉情的事發處是改成會議室，那現在那邊真的是一堆人在上班，就是一個白骨案就對了。我想那個時候對屁孩大學生造成的心理的衝擊應該是相當的大的。我們再來聊旗山的另一個鬼故事，旗山殭屍事件。旗山以前盛產殭屍還有很多地方也是盛產殭屍。那這一篇故事在 PTT 上就有了，就找得到了。你感興趣的話，你就搜一下標題旗山殭屍，你就找得到。我講一下內容那內容是發生在旗山的某一個小鎮裡頭。那某個悶熱的夜晚，有位奶奶帶着她的兒子，每天晚上在戲院前賣麵。旗山以前有戲院，那應該就是那個小鎮吧。結果街上突然有人敲鑼打鼓，叫大家趕快回家關門鎖門因為鎮上有戶人家剛辦完喪事，一不小心路邊衝出一隻野貓，好死不死，那個死者的屍體被野貓跳過去這個是民俗中的大忌嘛，所以會引發屍變尤其是黑貓跳過死者這樣那後來就引發屍變了，死者變成殭屍。那目前行蹤下落不明，找不到，很恐怖說屍變就屍變了呢，臨陣起手呢，這怎麼躲？所以敲鑼打鼓叫大家趕快回家躲起來，門鎖好，怕殭屍害人。所以奶奶和她兒子就急忙收攤回家，
卻發現家裡和鄰居家就空無一人，那整個街區就如死城一樣。突然聽到附近的香蕉園，旗山嘛，香蕉嘛，這很合理啊。有一團燈火跟緊鑼密鼓的那個敲鑼打鼓聲音，原來是村中的壯丁和一位道士正拿着法器跟武器在追捕僵屍。香蕉園裡面傳來雞群與野狗驚嚇的哀嚎聲，那村民都感到非常的害怕。大家趕到香蕉園一看，就看到一個非常恐怖的畫面。他們看見僵屍披頭散髮蹲在地上，臉上早無血色，指甲非常的尖銳，滿口都是鮮血，而且抓着一只瀕死的雞，嘴裡還不斷發出野獸的叫聲，在吃那個雞，生吃哦。這是不是我們以前講雞血是屁血嘛？結果現在你看僵屍直接生吞活雞，那僵屍很強啊，道士就試圖念咒要制服他，但僵屍突然就朝道士撲過去，要傷害那個道士，那個道士就被壓倒在地。村中的壯丁連忙合力將僵屍拉開。根據現場的人回憶說，僵屍全身的肌肉非常的僵硬，而且力大無窮，力氣非常驚人。3-5個壯丁都拉不住他，這樣一擁而上，還是把他制服了。那後來就把他綁在香蕉樹上，最後直接放火燒死。等這件事情結束以後，才知道原來家人跟鄰居早就躲到附近的廟中去避難，那大家都沒事。然後聽當時的人說，僵屍並不是像電視裡面會跳一下而是會以僵硬的步伐去行走那所以遠處即使是黑夜，你一看你就覺得這個人怪怪，這個就是僵屍這樣。然後因為死者生前是失明的狀態，所以他的屍變以後他也一樣看不見，只能依靠聽覺來活動。那你以後遇到台灣的僵屍記得跑快一點就好應該台灣的版本的僵屍應該是追不上你。反觀歐美的喪屍，我靠，那個運動能力爆表啊，衝刺超級快，跳躍超級高，那力大無窮，這中西版本差異。如果你去打到美國的伺服器，遇到僵屍跑也跑不掉。那如果你是在東方這裡的伺服器，那就還好，跑都跑得掉，它就很僵硬嘛。那旗山的這些靈異事件，過去總是有人半信半疑，有人覺得毛骨悚然。那無論你信不信，這都代表了我們這片土地上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情，且被記錄下來，也算是一種集體記憶的傳承吧。但還是要提醒一下夜遊探險廢墟直播這一個很夯的賽道，有非常多人跑進去廢墟裡面開 YouTube 開抖音直播，然後賺那個打賞，發現屍體都不是1次2次的，都非常多次。直播當下呢安全還是最重要的，不要去危險的地方冒險。最後我想問你，你身邊有沒有類似的鄉野傳說，或是聽過高雄什麼奇怪的故事呢？歡迎你留言或是投稿告訴我，下次我們再一起探索高雄更多恐怖鬼故事的事發之地。當然房地產影片也要看我們透古通今，然後拿這個鬼故事，到時候你去跟屋主撒嬌，哎呀，你這裡以前有僵屍啊，所以要賣我便宜一點。屁啦，那個屋主最好會理你。講八卦講八卦，我们不用講的，我們直接來看這就是當初事發地的建築物，哪裡恐怖了？恐怖不起來啊！那麼多人在上班雖然發生了情侶白骨殉情嘛，那反正就這樣現在這邊山明水秀、鳥語花香的，我也是很無聊跑來帶你看這個那就這樣啦那旗山，等一下我去老街逛逛吃吃最後訂閱買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錢，拜拜。